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署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来深入聊聊 AI 这个主题。我想现在很多人对 AI 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 ChatGPT， 对吧？就是拿来写报告、聊聊天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场革命的影响力早就已经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会用一个扩大再聚焦的视角，带你完整看懂 AI 的全貌。我们会分成4个部分。首先，我们会先看看现在的 AI 到底进化到什么恐怖的程度了。接着，我们会潜入到企业内部，看看 AI 正在怎么样掀起一场商业大海啸。再来，我们会把镜头拉到最高，用上帝视角来看看美中2大强权是怎么把 AI 当成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战场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会把焦点拉回到你我身上，一起来讨论这一切到底对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冲击，以及我们该怎么办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 ，AI 的现况。我知道大家对 ChatGPT 已经不陌生了，但说真的 ，ChatGPT 就像是 AI 世界的入门款，它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而已。水面底下真正厉害的是那些专注在特定领域的 AI， 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超级智慧的应用。那到底什么是超级智慧呢？我们直接来看一个台湾的例子，就像台湾一家很厉害的 AI 公司 iKala，他们的执行长陈世甲说的，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行销超级智慧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想象一下，有一个 AI， 它不只是一个会回答问题的机器，它更像是一个全年无休、24小时都在网络上冲浪的超级行销专家。它即时掌握着台湾所有主流社群媒体，像是 Dcard、Threads、IG、Facebook 上面所有最新的话题、梗图，还有网友的风向，它就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行销之神。这样讲可能还是有点抽象，我们来举个超实际的例子。最近网络上不是常常有很多网红吵架延上了事件吗？如果你想搞懂来龙去脉，以前你要干嘛？你可能要去 D 卡爬文，去 IG 看限动，再去 Threads 滑留言，对吧？超级花时间。但现在有了这个行销超级智慧，你只要下一句指令，帮我整理一下那个某某事件的懒人包。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，AI 会在几秒钟之内立刻抓取所有相关的即时贴文，然后去分析整个事件的时间轴，网友的情绪是正面还负面，到底是谁的支持者比较多，最后在1分钟之内直接生成一份图文并茂、条理分明的懒人包给你。这种效率还有这种分析的深度，是过去靠人工根本不可能达成的任务。OK， 刚刚讲的是 AI 处理外部的社群资料非常厉害，但其实 AI 要发挥威力的下一个主战场是在企业的内部。重点来了，绝大多数的公司内部的资料其实都乱成一团，根本没办法好好利用 AI。你想想看，一家有点规模的公司，里面有财务报表、客户资料、专案进度、各种会议记录，这些东西都是公司的宝贵资产，对吧？但现实是，这些资料通常像垃圾一样，散落在各个部门、各种不同的系统里，彼此还不互通，这就形成了一个个的资料孤岛。这种资料混乱的状况会造成多大的浪费？这里有一个超级惊人的数据，有研究发现，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平均每个礼拜有高达40% 的工作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整整2天都只是在找公司内部的资料。你没听错，光是找档案、找报告、找联络人，就花掉你快1半的工作时间，这真的超级没有效率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很多企业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赶快把内部资料整理好，打造一个企业版的 ChatGPT， 让员工可以直接问 AI， 上次那个专案的最终报告在哪？我们公司特休的规定是什么？然后 AI 就能立刻准确的回答你，把它浪费掉的40% 时间全部都省下来，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。好，讲完企业内部的痛点，我们就进到第2部分。我们来看看那些已经成功导入 AI 的公司，到底产生了多惊人的成果。我要强调这不是未来科幻片，而是血淋淋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式。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，是瑞典一家叫做 Klarna 的金融科技公司。他们的业务之一就是帮全世界的银行、金融机构做客服中心。
在前年底 ChatGPT 刚出来没多久，他们就非常有远见决定要全面导入 AI 来处理客服。结果短短1年之后，那个成果真的是吓死人哦。第一个数字，导入 AI 客服之后，他们1年就省下了4000万美金。4000万美金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2亿，这不是什么小数目，而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成本节省。你想想，1年多赚12亿，这笔钱足以让他们再开好几家分公司了。第二个数字，这套 AI 系统所处理掉的工作量，相当于700个全职的真人客服。也就是说，这套系统一上线，就等于是直接取代了700个人力。这数字真的很惊人。更重要的是效率。以前一通真人客服电话平均要讲11分钟才能解决一个客户的问题，现在换成 AI 来处理，平均只要2分钟就搞定，效率直接提升了80% 以上。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来了，他们做了调查发现，顾客对于 AI 客服的满意度跟真人客服竟然是一模一样的。这就证明了 AI 不只是快，而且服务品质也完全达标了。AI 的革命不只发生在商界，在科学界那更是天翻地覆的改变。我们来看一个更震撼的例子：蛋白质结构的解析。这东西听起来很学术，但它对新药开发，比如像是癌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药物，是至关重要的。在过去50年，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用尽各种方法，总共解析出了大概20万种蛋白质的结构。但是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 团队，他们用 AI 只花了短短3个月，就解析出了2亿种。你没听错，不是200万，是2亿种。这个在数量级跟速度上的完全斩压，直接把人类几十年的努力给比下去了，也大幅加速了我们未来找到各种救命药物的可能性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后来能拿到诺贝尔化学奖，因为这真的是改变世界的发明。OK， 刚刚我们看的都是 AI 在微观应用层面的威力。接下来我们要将视角拉到最高，进入我们的第3部分。我们来看看 AI 是如何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战场，一场美国和中国之间攸关全球未来霸权的新冷战。我们先从钱来看，这是预估到2025年美中两国在 AI 领域的总投资金额。美国大概是1400亿美金，中国则是900亿。但更有趣的是这背后的结构。美国的投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民间的科技巨头，像是 Google、Microsoft、NVIDIA。而中国呢，则是有将近一半的投资是来自于政府主导的国家级计划。这就代表了2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，一个是市场驱动，一个是国家意志。这2种模式的对决，结果会如何？全世界都在看。再来，我们看看科研实力。如果单纯看 AI 论文发表的数量，中国其实在2022年就已经正式超越美国了，他们是第1名。那论文的品质呢？我们可以用被引用的次数当做一个指标，这代表一篇论文的影响力有多大。你会发现在这个指标上，2国已经几乎打成平手。那最顶尖、最有突破性的那金字塔顶端 1% 的论文呢？目前美国还稍微领先一点点，但你可以看到那差距正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缩小。所以整体来看，双方在科研实力上已经是并驾齐驱的态势了。这场 AI 竞赛的命脉，或者说阿基里斯腱，就是晶片。AI 的运算全部都要靠高效能的半导体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对中国祭出这么严格的晶片禁令，因为他们想掐住中国发展 AI 的咽喉。但效果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中国晶片的自给率。在2020年美国制裁刚开始的时候，大概只有 15%， 但预计到明年2025年就可以提升到 36%。 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虽然美国的封锁确实造成了冲击，但也反过来刺激了中国，让他们用举国之力砸大钱去加速建立自己的半导体生态系。所以这场科技战还远远没有结束，而这个趋势绝对是未来几年美中关系最紧张、最容易擦枪走火的引爆点。
而最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一场竞赛已经毫不意外地蔓延到了军事领域。一场新的看不见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。过去国际上大家还有个 unspoken rule， 就是一个默契，尽量不要把 AI 用在致命的武器上面，太危险了。但现在随着美中对抗越来越激烈，这个默契已经被彻底打破了。双方都在砸大钱，加速将 AI 应用在战场监控、情报分析，甚至是所谓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上面，也就是 AI 杀人机器人。以前美国还会假装讲讲人权、讲讲道德，现在发现中国的 AI 快要追上来了，这些顾虑也全都被抛到脑后。这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这代表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了。好，谈完了宏观的国家战略，我们终于要回到最重要的问题上面了。第4部分，我们来谈谈这场惊天动地的 AI 革命对身为个人的你我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？这是一份给你的生存指南。首先，我们要先理解 AI 能力的演进路线图。第一阶段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聊天机器人，它主要是被动地回答你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正在快速进入第2阶段，也就是推理型 AI。它不只会回答，它还会主动帮你思考、分析，甚至做规划。而接下来很快就会进入第3阶段，叫做 AI 代理人。它不只会想，它还会动手做。比如说，你跟他说你想去日本玩，它不只帮你规划好行程，还会直接上网帮你订机票、订饭店、租车，完成所有实际的动作。最终甚至可能进入第4阶段 ，AI 会自我创新，就像一个顶尖科学家一样，自己去发现新的知识。这听起来很科幻，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蛋白质结构预测，其实它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。OK， 了解了 AI 的能力演进，那大家心里最关心的那个问题就来了，所以 AI 到底会不会抢走我的工作？这个问题啊，其实答案不是简单的会或不会，而是要看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。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工作放在一个影响力的光谱上，冲击最大的重灾区是那些高度依赖逻辑和数据处理的领域，像是电脑科学、数学相关的工作，甚至是一些管理职，因为 AI 自己就会写程式，会做数据分析，会写报告。而影响最少的是那些需要大量体力劳动和现场操作的工作，像是建筑、水电维修、个人照护等等。所以，未来的重点不是你的工作会不会消失，而是你的工作内容会被彻底重组。你的价值不再是去执行那些 AI 就能做的重复性任务，而是你懂不懂得去善用 AI 这个超级助理，去完成更有创造性、更需要人际互动的工作。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，而且可能会完全颠覆你的想象。当我们这些分析师还在整天讨论 AI 怎么提升生产力的时候，一个全新的、意想不到的趋势已经出现了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人们使用 AI 的目的正在从一个生产力工具快速转向一个情感伴侣。2024年，大家最常用 AI 做的事情，前3名竟然是：第一，寻求 AI 的陪伴；第二，请 AI 帮我整理我混乱的人生；第三，跟 AI 一起寻找人生的意义。这真的很疯狂，对吧？我们开始向 AI 寻求情绪价值，这也催生了 AI 男女友的出现。真的有人开发出虚拟情人，你可以24小时跟他聊天，他会记得你的所有喜好，给你满满的情绪支持。甚至国外已经出现了有用户跟他的 AI 女友求婚的真实案例，这代表 AI 正在填补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某些情感空缺。这就带我们来到最后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反思。当 AI 越来越擅长处理那些逻辑、推理、分析这些属于大脑的理性工作时，那身为人类我们最宝贵的 AI 无法取代的特质，也就是那些属于新的特质，究竟还剩下什么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：第一， AI 已经从单纯的聊天机器人进化到能够深度思考和推理的超级智慧，正在重塑各行各业。第二， AI 的发展已经上升到中美两国的战略对抗层级，从晶片到军事，这场新冷战正在重塑全球格局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 AI 正在从一个生产力工具进化为我们的情感伴侣，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社会与人际关系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